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让人心动的故事，是关于一位广州女孩为爱来到台湾，在夜市摊位上遇见此生挚爱的奇妙经历。这个故事充满了酸甜苦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跨越海峡的爱情是如何发生的吧。说起婷婷，那可真是个令人心疼又佩服的姑娘。27岁的她，身材姣好，1.65米的个子，50公斤的体重，那小蛮腰真叫一个绝，走在街上回头率绝对100%。可是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外表光鲜亮丽的女孩，背后却有着让人心酸的故事。丽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天，婷婷坐在我办公室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下来。原来，婷婷的母亲从她5岁起就患上了智力障碍，生活不能自理。父亲在他10岁那年另组家庭，将他和母亲一起丢给了外婆。谁知外婆心狠手辣，不仅对他的母亲不管不顾，还时常对婷婷拳打脚踢，甚至连1日3餐都不给她吃饱。那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过上好日子。婷婷擦干眼泪，语气坚定地说，机缘巧合之下，婷婷遇到了在台湾做生意的阿杰。阿杰比婷婷大10岁，是个成熟稳重的男人，常年往返于广州和台北之间。两人在社交软件上认识后，很快坠入爱河。阿杰向婷婷描绘了台湾美好的生活，还承诺要娶她过去。他跟我说，台湾的生活水平很高，不是大陆人想象的那样穷，反而在很多方面比大陆还要发达呢。婷婷回忆道，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这里我要跟大家分析一下，很多大陆朋友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早期的刻板印象中，觉得台湾经济不行，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台湾的人均 GDP 在亚洲地区是名列前茅的，医疗保险制度更是世界一流，老百姓的幸福感普遍很高，特别是在生活品质、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方面，台湾确实走在前面。但是感情这事儿啊，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谁知道阿杰对婷婷的承诺只是海市蜃楼，在婷婷满怀期待准备赴台时，阿杰突然失联了。后来婷婷才知道，阿杰早已在台湾有家室，而且还有2个孩子。我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感觉天都塌了。婷婷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但是婷婷不是轻易认输的人，她决定，既然签证已经办好了，不如就去台湾碰碰运气，也许能开启新的人生。反正在广州也是打工，不如去台湾看看，说不定能遇到更好的人呢。婷婷笑着说，眼中却透着倔强。就这样，婷婷只身一人来到了台湾。初到台北，她才发现现实比想象中要艰难得多。语言不通，虽然都是中文，但台湾的口音和用词与大陆差异很大，人生地不熟，又没有工作经验，找工作处处碰壁。好在台北的夜市文化发达，婷婷凭借在广州学过的炒粉技术，在士林夜市租了个小摊位，开始了她的台湾生活。我记得刚开始那段时间真的是苦到不行，我住在一个只有8平方米的地下室，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准备食材，晚上11点多收摊，回到住处已经是凌晨了。婷婷回忆道，婷婷的炒粉摊位虽小，但她用料实在，手艺又好，很快就吸引了不少回头客，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她挚爱的志豪。志豪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程序员，家境优渥，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平时工作压力大，经常来夜市解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尝到了婷婷做的炒粉，当场就被征服了。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炒粉。志豪由衷感叹，从此成了婷婷摊位的常客。起初，婷婷只是把志豪当作普通顾客，虽然注意到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穿着整洁的男生很有礼貌，但并没有多想。直到有一天晚上，下起了倾盆大雨，那天真的是太惨了，雨下的跟瀑布一样，我的摊位根本撑不住，眼看着一天的收入就要泡汤了。婷婷说到这里，仍然心有余悸。就在这时，志豪撑着伞出现了。他二话不说，帮婷婷收拾好了摊位，还主动提出送她回家。当时我真的很感动，在异乡能遇到这样的人，简直是太幸运了。婷婷回忆道，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从那以后，志豪经常来帮婷婷的忙，两人的感情也逐渐升温。志豪被婷婷的坚强和乐观所吸引，而婷婷则欣赏志豪的善良和责任感。
但是两人的感情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是文化差异，虽然同为中华文化圈，但两岸在很多观念上还是有差异的。例如在恋爱方式上，台湾男生普遍比较含蓄，不像大陆男生那么直接表达爱意。志豪的追求方式很委婉，一开始婷婷甚至没意识到他是在追求自己。他每天都来我摊位吃炒粉，还经常帮我搬东西、收拾摊位，但就是不表白，我还以为他就是个热心人呢。婷婷笑着说，还有在消费观念上，台湾社会虽然发达，但普遍比较注重储蓄和理财，消费更为理性。志豪虽然收入不错，但平时穿着朴素，用的手机也不是最新款，这让习惯了大陆拼爹炫富文化的婷婷一度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条件那么好。后来我才知道，人家是真的有钱，只是不喜欢炫耀而已。志豪家在台北市中心有2套房产呢，他自己还有1套公寓，这在寸土寸金的台北，绝对算是经济条件优越了。婷婷骄傲地说，除了文化差异，两人还面临着家庭的阻力。志豪的父母得知儿子喜欢上一个大陆来的夜市摊主后，强烈反对。他妈妈直接说，我是冲着他们家的钱和台湾身份来的。婷婷提到这段经历时，眼中满是委屈。我承认，我确实希望能嫁给条件好的男生，但我的炒粉摊1个月也能赚不少钱，我并不是非要依靠男人啊。志豪的妈妈甚至请私家侦探调查婷婷的背景，得知她母亲智障、父亲改嫁的情况后，更加坚决地反对这段恋情。她觉得我家庭背景不好，怕我的孩子将来会遗传智力问题。婷婷说到这里，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这种歧视真的很伤人。面对家人的反对，志豪的态度坚定地让婷婷感动。他不仅没有因为家人的反对而退缩，反而更加珍惜和婷婷的感情。他告诉我，他爱的是我这个人，不在乎我的出身和背景。他说，我能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还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这比什么家世背景都重要。婷婷幸福地说，志豪的真诚和坚持最终打动了他的父母。在相处中，志豪的父母渐渐发现，婷婷虽然出身不好，但为人善良，吃苦耐劳，而且很有生意头脑，对志豪的感情也是真挚的。其实，台湾和大陆的婚恋观念有很多共同点，比如都很看重家庭和谐，都希望找一个真心相爱的人。婷婷感慨道，但也有不同，台湾的婚恋更注重平等和尊重，而大陆则更看重物质条件和家庭背景。这里我要给大家分析一下两岸婚恋观的差异。台湾的婚恋文化受西方影响较深，更强调个人选择和情感基础，而大陆的婚恋文化则更传统，家庭因素和经济条件的权重更大。台湾社会虽然重视门当户对，但个人能力和品德更为关键，大陆则更看重有车有房等物质基础。不过无论哪种文化背景，真爱都能跨越障碍。婷婷和志豪的故事正是这样的例子。在婷婷和志豪相恋的第8个月，两人决定共同创业。志豪辞去了科技公司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与婷婷的事业中。他们把婷婷的炒粉摊扩大成了一家小餐厅，取名月台园，既有广东炒粉，也有台湾卤肉饭，象征着两岸文化的融合。餐厅开业那天真是太感动了。志豪的父母不仅来捧场，还送了一幅字画作为贺礼。婷婷回忆道，眼中闪烁着泪光，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得到这样的幸福。餐厅生意红火，不到半年就回本了。1年后，他们又开了第2家分店。婷婷从一个在夜市摆摊的外地女孩，变成了小有名气的餐饮企业主。我们的故事被当地一家杂志报道后，还上了台湾的一个创业节目呢。婷婷骄傲地说，很多人都说我们是跨越海峡的创业典范。在事业稳定后，志豪正式向婷婷求婚了。求婚的场景让婷婷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像做梦一样。那天他带我去了阳明山，在满山遍野的樱花树下单膝跪地，掏出戒指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婷婷满脸幸福地说，我当时就哭了，想到自己从小到大的苦难，再看看眼前这个深爱我的男人，我觉得所有的委屈都值得了。婚礼在台北的一家5星级酒店举行，简单而温馨。志豪的父母全程笑脸相迎，完全看不出之前对婷婷的排斥。
婷婷的母亲在社工的陪同下也来参加了婚礼，虽然她可能并不完全理解发生了什么，但看到女儿幸福的模样，也跟着笑了。我妈妈虽然有智力障碍，但她能感受到爱和幸福。婷婷说，看到她在婚礼上开心的样子，我才发现，原来我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是心灵上的安宁。婚后，婷婷和志豪的生活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们不仅把餐厅生意做得越来越大，还在台北市郊买了一套小别墅，专门接婷婷的母亲过来同住。志豪对我妈妈特别好，比我亲爸还亲。婷婷感动地说，她不仅出钱给妈妈请了专业护工，还经常陪她看电视、散步。虽然妈妈说话不清楚，但志豪总是很有耐心地听她说话，从不嫌烦。这种关爱不仅仅来自志豪个人的善良，也反映了台湾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包容和关怀。台湾的社会福利系统相对完善，对残障人士有专门的补助和服务。婷婷的母亲在台湾不仅能得到更好的医疗照顾，还能参加各种残障人士活动，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在大陆时，我觉得妈妈的情况是我家的耻辱，总是把她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婷婷坦言，但在台湾，我发现人们对有特殊需求的人群很包容，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这让我也学会了坦然面对自己的家庭。随着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婷婷逐渐发现，志豪的优秀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条件上，更体现在他的人格魅力和价值观上。以前我总想着找个有钱人嫁了，过上好日子。婷婷笑着说，现在我才明白，真正的幸福不是住豪宅、开名车，而是有一个真心爱你、尊重你、支持你的伴侣。在相处中，婷婷也从志豪身上学到了很多，比如台湾人的环保意识、公共礼仪、生活品质的追求等等。志豪从小就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一开始我还觉得麻烦，后来慢慢也习惯了。婷婷说，现在我们餐厅也是台北市环保示范商家呢。而志豪则从婷婷身上学到了大陆人的拼搏精神和市场敏锐度。婷婷特别会做生意，她懂得如何抓住顾客的心理，也很会控制成本。志豪赞叹道，我以前只会写代码，是他教会了我如何与人交往，如何经营企业。两人的结合不仅是个人感情的融合，也是两岸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我们经常笑称自己的婚姻是两岸融合的缩影。婷婷笑着说，虽然有差异，但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就能创造出更美好的生活。在创业成功后，婷婷和志豪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们开始思考如何回馈社会。我从小就没有受到过多少关爱，所以特别能体会那些弱势群体的感受。婷婷说，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人。于是，他们创办了一个名为两岸同心的公益组织，专门帮助台湾的大陆新娘适应当地生活，提供语言培训、法律咨询、心理辅导等服务。很多大陆女孩嫁到台湾后，因为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大，生活得很不容易。婷婷感慨道，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资源，帮助她们更快地融入台湾社会。这个公益组织得到了台湾当地政府的支持，还与广州的妇女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成为促进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的故事被两岸的媒体报道后，收到了很多感动的留言。婷婷自豪地说，有人说我们是民间外交官，能为两岸关系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觉得这比赚钱更有意义。如今，婷婷和志豪已经是2个孩子的父母了。大女儿今年5岁，聪明活泼；小儿子3岁，性格随和。2个孩子从小就会说普通话和台湾话，寒暑假还会回广州看外婆。我希望孩子们能同时了解两岸的文化，不要有隔阂。婷婷说，虽然我们的根在不同的地方，但爱是相通的。回顾自己的经历，婷婷感慨万千。如果不是当初鼓起勇气来台湾，我可能永远不会遇见志豪，也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有时候命运就是这么奇妙，当你以为是最糟糕的时刻，却可能是新生活的开始。丽姐，你觉得我的选择对吗？临走前，婷婷问我。当然对，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你没有被金钱和物质蒙蔽双眼，而是找到了真正值得托付终身的人，这就是最正确的选择。送走婷婷后，我坐在办公室里，久久不能平静。
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斜斜地洒在地板上，形成一道道金色的光影。婷婷和志豪的故事就像一部跨越海峡的爱情电影，让我这个见多识广的丽姐也为之动容。5年后的一天，我正在整理相亲档案，电话突然响起。丽姐，还记得我吗？我是婷婷啊。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依然那么活力四射。当然记得，我们的39，两岸爱情传奇39，怎么样了？我笑着问道。太好了，我和志豪准备回广州发展了。想请你吃饭，顺便告诉你这些年我们的故事。婷婷兴奋地说。就这样，在广州一家高档粤菜餐厅里，我再次见到了婷婷。5年的时光在她脸上几乎没留下痕迹，反而多了几分成熟与优雅。她身边坐着一位气质儒雅的男士，想必就是志豪了。更让我惊喜的是，他们带来了3个可爱的孩子，大女儿已经10岁，小儿子8岁，还有一个刚满3岁的小女儿。没想到你们又添了一个小公主。我笑着说。是啊，我们的39，蓉蓉与39，取名寓意两岸融合。婷婷幸福地看着最小的女儿，眼神中充满了母爱的光芒。席间，婷婷和志豪向我讲述了这5年来的经历，那是一段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旅程。丽姐，你还记得我们的39，月台园39餐厅吗？婷婷问我，眼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当然记得，那是婷婷和志豪爱情与事业的结晶。谁能想到，这家融合两岸美食的小餐厅，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20多家连锁店的知名品牌，不仅遍布台湾各地，还进军了香港和澳门市场。去年，我们接到了一个重要的邀请，志豪接过话题，温和地说道：广州市政府希望我们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开设分店，作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示范项目。这个邀请对婷婷和志豪来说意义非凡。对婷婷而言，这意味着衣锦还乡，以一个成功企业家的身份回到家乡。对志豪来说，这是一次探索大陆市场的绝佳机会。我们思考了很久，最后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婷婷说，毕竟我的根在这里，我的母亲也一直想念家乡。就这样，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由志豪负责台湾的业务，婷婷则回到广州开拓市场，两人轮流照顾家庭和孩子。刚开始真的很辛苦，婷婷坦言，我和志豪经常两地分居，孩子们也需要适应不同的学校和环境，但我们坚信这是值得的，不仅为了事业，也为了让孩子们真正了解两岸文化。回到广州创业，婷婷面临的挑战远超预期。首先是文化差异带来的经营理念冲突，台湾的经营模式更注重细节和服务，而大陆市场则更看重效率和规模。婷婷解释道，刚开始我们的台式服务在广州显得有些39慢39，不少顾客会抱怨等餐时间太长，还有就是人才管理的问题。台湾和大陆的职场文化有很大不同，如何让两地员工和谐共事成了一大挑战。记得有一次，我从台湾请来的主厨跟广州的年轻厨师起了冲突。婷婷回忆道，台湾主厨习惯了循序渐进的培训方式，而广州厨师则更直接，更急于表现自己。这种文化差异差点让我们的团队分崩离析。面对这些困难，婷婷并没有气馁，她和志豪一起制定了一套两岸融合的管理模式，保留台湾的服务精神和品质标准，同时融入大陆市场的高效率和创新思维。我们专门开设了39两岸文化培训课程#39，让台湾来的员工了解大陆的市场环境和消费习惯，也让广州的员工学习台湾的服务理念。志豪补充道，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种创新的管理模式很快显现出成效。粤台园在广州的第一家旗舰店开业当天，就吸引了上千名顾客，成为城中热议的话题。媒体更是将其称为两岸美食文化交流的新地标。事业的成功固然重要，但婷婷最看重的还是家庭的变化。丽姐，你还记得我那患有智力障碍的母亲吗？婷婷问我，眼中流露出温柔的神情。我点点头。婷婷的母亲是她最大的牵挂，也曾是她心中最深的伤痛。自从我们回到广州，妈妈的情况有了明显改善。婷婷欣慰地说，熟悉的环境、故乡的空气，还有我们的陪伴，让她变得更加开朗，甚至能帮忙照顾小蓉蓉了。志豪接过话题，我们在广州郊区买了一栋带花园的别墅，
专门为岳母设计了无障碍设施，每天早上她都会在花园里晒太阳，跟邻居打招呼，完全融入了这个社区。更令人感动的是，婷婷那曾经离她而去的父亲，在得知女儿事业有成后，主动联系了她。那天，我正在餐厅忙着招待客人，突然看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婷婷回忆道，声音略带哽咽，是我爸爸，我10几年没见的爸爸。他站在那里，头发已经花白，眼睛却直直地望着我，充满了歉意。父女重逢的那一刻，多年的怨恨似乎都化为了一声叹息。婷婷既没有责备，也没有埋怨，只是平静地接受了父亲的道歉。人生苦短，我不想再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婷婷说，如果没有那些苦难的经历，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和幸福，所以我选择原谅他，也是原谅过去的自己。这份宽容不仅让婷婷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也让她的家庭更加完整。如今，她的父亲经常来帮忙照顾婷婷的母亲和孩子们，曾经支离破碎的家庭，终于在多年后重新团聚。随着事业的成功和家庭的和谐，婷婷和志豪的两岸同心公益组织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去年，我们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政府资助，专门用于帮助两岸婚姻家庭解决实际困难。志豪自豪地说，特别是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创业扶持等方面，我们提供了更多实质性的帮助。婷婷补充道，现在我们的服务对象不仅限于台湾的大陆新娘，还包括来大陆发展的台湾人。我们希望能成为连接两岸的桥梁，让更多人体会到两岸一家亲的温暖。这个公益组织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婚姻家庭的范畴，延伸到文化交流、青少年教育等领域。他们每年组织两岸青少年夏令营，让两地的孩子们共同学习、游戏、成长，增进相互了解。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的大女儿在一次夏令营中自发组织了一个39两岸方言交流会，#39，教台湾小朋友说广东话，学习闽南语。婷婷骄傲地说，看到孩子们天真无邪的交流，我突然明白，下一代人的心中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的39隔阂与#39，有的只是纯粹的友谊和好奇心。谈到未来的规划，婷婷和志豪显得信心满满。我们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39月台园39的连锁店拓展到全国主要城市，真正成为两岸美食文化的代表品牌。志豪说，眼中闪烁着创业者的光芒。除了餐饮业，他们还涉足了文化创意产业，成立了海峡文创工作室，专门开发融合两岸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比如我们设计的台湾茶与广东凉茶的融合饮品，既保留了台湾乌龙茶的清香，又融入了广东凉茶的药理功效，推出市场后大受欢迎。婷婷兴奋地介绍道，对于孩子们的教育，婷婷和志豪也有自己独特的理念，他们坚持让孩子们在两地轮流学习，既接受台湾的素质教育，又不放弃大陆的系统知识培养。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兼具两种文化的优点，既有台湾人的礼貌友善、环保意识，又有大陆人的进取精神和全球视野。志豪说，语气中充满了期待。临别前，我忍不住问婷婷，回顾这段跨越海峡的爱情和创业之路，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婷婷思考片刻，认真地回答，我想是#39，包容39二字吧。无论是婚姻、事业还是人生，只有学会包容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才能真正获得幸福和成功。志豪点点头，补充道，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39，融合#39。两种文化的融合不是简单的1+1等于2，而是可以创造出全新的价值和可能性。就像我们的餐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都是两岸融合的结晶，都拥有着独特的魅力。看着他们相视而笑的样子，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那不是衣食无忧的生活，不是豪宅名车的享受，而是有一个能与你共同成长、共同奋斗的伴侣，一起经历风雨，一起见证彩虹。丽姐，谢谢你当年的鼓励和支持。婷婷真诚地说，如果没有你，我可能不会鼓起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是你自己的勇气和坚持成就了今天的一切。我握住她的手，感受到了那份来之不易的幸福。你的故事会鼓舞更多像你一样的姑娘，勇敢追求真爱，不畏艰难险阻。
走出餐厅，夕阳的余晖洒在街道上，为这座城市镀上了一层金色。婷婷和志豪牵着3个孩子的手，向我挥手告别的背影，宛如一幅和谐美好的画卷。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故事，一个关于勇气、爱情与包容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来自哪里，说着什么语言，只要心中有爱，就能跨越一切障碍，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各位听众，我是丽姐，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